南韩差点第二次戒严，传出军队竞价，准备来封锁国会。不过消息一出，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加上支持的民众全部死守国会，所以暂时僵局又僵住了。韩国国会上一次戒严的时候，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进步左派的党主席李在明的带头冲锋之下，172个议员冲入场。另外，执政党党主席韩东勋的带领下呢，18个保守右派议员一起投下了反对票，总共190席，在12月4号的1点投票通过反对几级戒严哦，就开始戒严程序哦。当这样的一个画面出来的时候，大批包围国会的军警就自行后撤了哦，甚至有很多的民众呢跟军警发生冲突的时候，军警都是直接把双手举高啊。但是呢，总统李锡悦啊，就死撑到了4点40的时候才正式官宣戒严哦，从而结束了这场6小时的全球闹剧哦。李锡悦这次失败的原因总共有4个：第一，军队不听话，因为他是检察官出身，军中呢是没有威望。那政变的主要推手之一，国防部长金显荣是李锡悦的高中学长，才可以上位哦，可见当中可笑之处哦。第二，既然你嘴巴上救国，实际在救你老婆，完全没有正当性啊。第三，整个在野党反应非常好，李在明他一边直播啊，一边翻墙就跑进国会里面，所以引起了大量的民众前去协助。另外第4点，整个大环境已经改变了。以前韩国政变能够成功，主要是来自于百姓的收入低，相对保守服从，资讯不流通啊，而这一些条件在这一次的政变当中通通不存在。今天的韩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发展成熟的已开发民主自由的国家。当然了，李锡悦作为一个斗败的功绩，他只剩下出逃或者坐牢，但是他一定会用尽一切抵抗，因为不抵抗是死，抵抗了还是死，那不如抵抗一下吧。然而要弹劾他，要国会300席2/3的席次哦。尴尬的是，执政党目前卡的108席，而他的党首韩东勋目前拒绝弹劾李锡悦，当然已经有松动。不过他所考虑的是啊，如果李锡悦骤然倒台，那保守派就彻底玩完了哦。所以呢，拖拖看能不能逼李锡悦退党，放下权力，他在幕后操控，死命的拖到2027的下一次大选，搏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不过目前李锡悦的民调再跌到13%，超过70%的民众反对他，我想啊是非常难的。接下来预计啊，每天至少20万人上街，而且这个数字会不断的增加，形势已经完全倒向在野党的李在明哦。李在明呢也决心要干到底了，接下来将会是非常激烈的拉扯。不过好在2次戒严大概是很难的，因为李锡悦人心散了，他的总统府的政务官呢通通辞职，内阁总理呢虽然留任，但是呢全部主打一个不知道，除了他的好学长国防部长准备被查办，最重可能要无期徒刑或死刑。所以韩国的这次戒严充分反映了川普当选之后国际秩序是一个动荡下的重整，所以台湾要小心啊。赖清德已经归来，在民进党破天荒的挺戒严文之后，非但没有道歉认错，反而是继续的升高对立。